Hello， 大家好，我是王刚。今天我们来到成华区的龙潭寺，在这个菜市场里面啊，我们去探一家川菜馆，就在前面，跟我走吧。这里面就是菜市场，有卖菜的什么的。这一边的话，这一边这个店是它开在市场的入口这个地方，左边全是座位，右边这里面也是座位，对。然后它这个上面还是搭的棚，这边也是一个棚。然后它这个是一个大的过道，相当于这条路就是进市场的路。这边是它的厨房，你看。有2个女师傅，然后这里就是出到菜市场的地方了。左边这里是一个桥，这下面是一条河，他家的餐厅就开在这里。然后这里是一个入口，菜市场的入口，相当于是你看卤菜、炒菜、烧菜、凉菜啥都有。哎，大姐，这个菜咋子点呢？你做好多号嘛？先我做16号。你们的特色啥子嘛？鱼翅、太干鱼、茄饼、老粉豆腐，那些就是一般的家常炒菜。其余来一条。你刚刚说的鱼翅来一份嘛？来一份鱼翅嘛，就4个人，在高头喊点卤菜差不多了。这个啥子嘛？这个？牛蛙。水煮牛蛙呀。来一份。点个素菜嘛？那个有红心菜，有红寒菜。韩菜。上面先喊卤菜嘛，够了。点个韩菜。好，上面。它这里全部是切好的，一盘一盘的，来了之后你多少号啊？有座位了，然后再一盘一盘的点菜就可以了。哎，老妹儿，卤菜啥子菜好吃的？鸭子咋卖的？鸭子最30块1斤。看半只。在那边是16号。16号，好。对好。老板，这个叫什么？切饼。鱼香切饼，好。这个量有点大呀，这个。它这个鱼香切饼基本上就是这么粗的瘸子，横刀切一个夹刀片，中间夹进去，然后再裹这个面粉糊，再下去炸，尝一下。中间包的是这种半肥瘦的肉，他说是说鱼香味啊，但是很少的甜，有一点点的豆瓣酱的味道，然后再有一点点醋的味道，就没有别的什么突出的了。标准的鱼香味是什么味道呢？入口的话，甜不压酸，酸不压甜，其中带一点点辣味，带葱姜蒜的料头味比较重。但是这个的话，料头味倒是没有特别重，味道比较清口。我觉得25块钱这一盘不要再点米饭了，这一盘都能吃饱。一份是10个，25块钱相当于2块5一个。味道上就是很轻的鱼香味，馅的调味呢也很融合。这道菜就是主打一个不咸不辣，然后量足，25块钱还便宜。我们再尝一下这个泥鳅，哇，你看这个泥鳅，这个泥鳅又大又肥，应该是早上统一宰杀好的。这个我尝一下味道。这泥鳅是养殖场里面出来的，因为你看它这个个体非常大，这一条泥鳅估计得有1-2锅，这是去了头的。然后呢，它是高压锅压出来的，最后呢泼了点像水煮料的油，下面垫的豆芽、芹菜之类的，还有这个凤尾。然后这个泥鳅第一感觉吃到了泥腥味，然后这个泥鳅还有一个缺点就是刺比较多。啊，阿姨上菜都是一盆端好几个上来了。这个多少钱？40。这量可是不少啊！这里我看呀，这光泥鳅估计都得有1斤呢。这泥鳅我说实话，好像我感觉是不便宜的，最少要10块钱左右1斤。整体来说，这道菜给我的感觉就是分量大，离腥味没有完全压得住。我想应该是他选用的这个底料上面有一点点小问题。然后呢，这个腥味倒不是说大的吃不下啊，能接受。刚刚的服务员也说了，这个是他们家点的比较多的家常菜，对吧？对家常菜的要求其实并没有那么高。老百姓其实喜欢的就是价格实惠、量大。这个是家常鲫鱼25一条，这个鲫鱼
我们钓鱼人都知道这个叫板鲫，对吧？在市场上面的话，也要10块钱左右1斤，越大的鲫鱼就越贵一点。它这个鲫鱼我看了，它是炸好了放在那个地方，随时打一个汁就烧，烧了之后勾个芡就上来。哦，好。我现在严重怀疑这老板的定价是按照食材的定价的1倍来定的。这一条鲫鱼大概就是8两左右吧，加上所有的，它的毛利润就应该是在50%。尝一下肉再说吧。叫什么家常鲫鱼对吧？对。这个鲫鱼夹出来鳞角分明，很显然这就是鲜活的鲫鱼杀出来直接过油炸的。你看有的鲫鱼它把肉夹出来发面，那种一定是死鱼。活鱼跟死鱼的区别就在于入嘴是不是自然散开，自然散开的是活鱼，发面的一定是死鱼。这个鲫鱼它处理的比泥鳅好，它炸的时候炸的比较干，它的腥味就少一些。整体来说鱼非常新鲜，25一条，价格也很实惠。但唯一不足的就是这个芡啊，鱼身上面的芡没挂住，就不挂味，知道吧？家常味还是比较准确的，唯一一点就是酸过了一点头。家常味呢是以泡椒豆瓣酱、葱姜蒜为主。为什么叫家常？就是非常容易得到的料头来烧这个鱼，叫做家常。这道菜在这个市场里面符合它的定位。这个是40块水煮牛蛙对吧？尝一下。这个牛蛙的量呢，它跟泥鳅的量比起来就少了很多。这个汤底的味道就是火锅底料的味道，然后牛蛙很新鲜很嫩，然后这里面的配料有这个粉啊，然后有这个木耳，别的就没有了。那相对来说，我觉得这里应该有个7、8两的这个牛蛙，非要挑点刺的话，就是这个油太多了。然后再就是里面没有芹菜啊之类的垫底的菜，就光是粉还有木耳了。因为粉和木耳它不挂味，然后它也没办法增香，配料上面有一点点小的问题。这个呢，他说叫烟熏鸭，尝一下哈。有烟熏的味道。它这个味道倒是穿透了，很入味。这个鸭子，这鸭子30块钱1斤，这里是半只，多少钱？41的话，30一斤，差不多1斤4两，对吧？1斤3两多。这都是实打实的肉啊。这道菜比较适合下酒，就不太适合下饭了。这道菜，这个鸭子的品质呢就是一般。它这个鸭子有一个东西值得表扬，看到没？看到这个翅膀没有？这个翅膀一般被下来单独来卖会贵很多，对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这个鸭子的肉不红，腌制的时间短，但是又入味，知道吗？对，就是现做的。有很多这种鸭子的话，一剁开里面红红的那个肉啊，亚硝酸盐超标了，它腌的时间特别长，对吧？这有几个地方要夸一下。虽然说是烟熏鸭，但是这个让我既吃到新鲜的鸭子呢，感受到了这个腌腊食品的风味。这个菜有可能是最不起眼的一个菜，我觉得我认可它的东西更多一点。这个是我们老家话叫汉菜，从小吃到大了啊。这个菜，它的汁都是红的。这个菜有一个特点，就是你没有炒之前这么大一盆，炒了之后的话，可能这么大一盘。缩水非常严重，但是呢，它1斤炒出来呢，它还是1斤，这个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这个炒这个的话，大家在家里面做，记住用猪油炒，然后呢少加水。如果喜欢这个汁水的话，可以加点水焖一下。这个菜你们在家都可以做，也能做得出这个样子。这些菜我也能做。刚看了他这些菜都不贵，跟老百姓很亲近，人人来了都能消费。他走的就是低端的路线，比如说这道鲫鱼，在高级餐厅的话做成这样子是无疑是非常失败的。但是呢，在这种层次的店子里面做，它无疑是最佳定位的产品。为什么说鱼吃完了这个汤下饭啊？你知不知道？25块钱的话，真的2个人吃一盘菜都没问题。假如某一天你我落难了，身上只剩下20块钱的时候，它可以救你命，知道吧？出来搓一顿。相对于说，这种人均20块钱的东西，在成都这里叫什么？成华区龙潭寺是吧？你别忘了，这里是省城啊。这里是成都啊，对吧？所以我觉得，比如说它这个油大，我刚才说它的缺点，完全是以站在终端餐饮人的身份来讲它的缺点。但是我觉得有一天我落难了之后，这都是优点。
你看他这个市场里面的人买完菜了，他还要坐在这里吃饭，就说明一个问题：他买完菜，他这里贵的话，他为什么不提着菜回家自己做呢？是不是？他在这个地方做的话，就无疑就是赚一个什么呢？辛苦钱。他不靠营销，你知道吧？刚才我们去说跟老板说我们要拍，人家就有点反感你，就是因为老板可能看了网上一些不理解他们定位产品这个，产生很多言论嘛。作为一个厨师来讲哈，我觉得这些菜呢做的一般般，但是你作为它的产品定位来讲，它做的很好，它解决了很多人的需求。所以到这里吃饭的话，大家讲究的是一个实惠量大，然后呢，食材新鲜你看得到，对吧？我们有很多餐饮人，第一条食材新鲜就打趴了80%的人。现在很多都讲究提前做好了，卖几天。这种你跟他们比的话，我就觉得他们还是有很大的距离的。OK， 吃饭吧，那就。刚才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听到有人在经过的时候啊，他在打电话，他朋友问他你在哪里吃饭啊？我们在河边的大酒店里面吃饭。一听这个名字就感觉挺高端的，但是我觉得他这个店已经被当地人心目中已经赋予一个比较高的一个位置了。好，现在我们叫老板买下单，多少钱？这个蔬菜11，哎，蔬菜11啊。还有一个6万嘛，对，188。米饭之前没收钱呢，花钱过人是不？哦，好好。188，我们点的菜都偏贵，你看1、2、3、4个肉菜，我们少点一个菜都可以的。我们现在饭也吃完了，我们总共5个人188，相当于是这次我们消费最便宜的一次，对不对？对。但是呢，这一个店一开始啊，菜一端上来，我是以我那个厨师的标准去看，但是这样子讲的话，确实对他来说不公平，对他要求有点多。然后后面吃完了之后，我再看一下周边的他同等的顾客，他们来吃饭都是很开心的，然后有很多人都是附近的居民，本地人都在吃。那我觉得他们这一个店的产品定位非常的符合这个市场吧。虽然说在成都市区的周边，那我觉得这个消费层次的话，我相信在北上广深应该是找不到的，对吧？30来块钱吃点菜，真的是非常非常便宜了。我之前来之前，我以为便宜它偷食材，但是我来了之后觉得没有在上面去压成本，而且给的量还不小。相对来说，如果你正好在附近啊，你的预算有限的话，那我觉得这个地方非常适合你。30块，你想吃什么点菜，想吃什么肉，几乎都有。如果你对口味比较在意的话呢，我就劝你不要来，因为这里的口味还有菜的一些火候啊什么的，可能达不到你的要求。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了，拜拜。